大家好，我是阿草。这只角色是我在 3.15 的第二只角色，圣钟雷锤魔能束缚。配置是参考国外的玩家捏的，目前的造价约10几重考左右。生存方面在刷图来说非常不错，在这一季各种妖魔鬼怪的伤害之下，还算是很能稳定的刷图。最大的缺点大概就是打塞巴时会伤害不够高，可能会摸得有点久。当然我的装备也不是最顶，好的星团珠宝和3项珠宝也还没钱买，头盔也没有跑到需要的附魔。不过整体流派的构造很有趣，所以就想出来介绍一下。拓荒时期我是用竞技式图整拓的，打完剧情约75级左右才转成雷锤，太早转的话魔力不足会有点辛苦，建议还是练高一点再转会比较好。我的升华是先点秘人庇护拿伤害，再点到无伤锋线拿范围效果和生命偷取，接着就往下方拿神圣指引的魔力和意志扭曲，最后才点意识圣殿拿范围效果和能量护盾。整体流派的机制就是一直撑魔力，魔力就是生存，因为意志圣殿的效果，魔力越多就能拿到越多的能量护盾。魔力也是伤害，因为我使用了魔人暴风这个盾牌，用这个盾牌每次放法术就会把魔力归零，从而拿到消耗魔力的 25% 闪电最大点伤。再配合魔人束缚这个技能，魔人束缚是魔力越低时伤害越高，加上盾牌的效果就能打出最高的伤害。这一季触发法术的机制被改成需要消耗魔力，而雷锤有特别指明说不耗魔，所以就把魔人束缚使用在雷锤上面，再用旋风斩拿护体和触发雷锤的法术。不过雷锤的法术不会触发盾牌的效果，所以我使用了漩涡来触发盾牌，而达成了这个流派的基本运作。装备部分，沉默之雷和魔人暴风是绑定，毕竟这个流派的运作主要就是这2件装备。其他的装备都是推荐使用，有其他想法的话也可以自己换换看。头盔我推荐使用低音之环，由于这个流派大量耗魔的机制，配合低音头增加法伤，可以拿到非常高额的法术伤害，基本上用过之后就回不去了。衣服则是使用赝品的高魔的装置，拿取大量的魔力和闪电伤害。以我现在的情况来说，这件衣服就给了我3000左右的魔力。前面有提到魔力是生存也是伤害，所以当然就挑魔力最多的装备来使用了。项链则是用阿兹里的圣辉，魔力最多的项链，基本上没有其他的好选。有涂上了雷霆之心，拿闪电穿透和闪电伤偷取能量护盾。手套则是使用阿尔戈莫提斯，这双手套可以配合漩涡衰竭敌人，是一个增加生存的额外手段，而且也有增加闪电伤害以及抗性等等，算是和这个流派很搭的一双手套。戒指一颗使用金华蠕虫来开雷霆，拿闪电点伤与更多的闪电法术伤害。扣掉全身的传奇装备之后，剩下来的装备是一颗戒指和腰带鞋子。这3件的装备就是补生命、魔力和抗性。由于大部分的装备都是传奇，所以这3件的装备抗性要补到满，不过的部分可以从珠宝取得。这只角色我开了2组闪电巨型星团，没有使用中型，然后1颗小型的魔力星团。闪电巨型星团最重要的一词是超负荷，由于盾牌给的伤害是闪电最大点伤，并没有给最小伤，所以打出来的伤害浮动值会很大，因此就需要超负荷这一词来调整。而另一词就选择灵光乍现，主要也是拿魔力和闪电穿透，其他词就是看个人喜好选用就好。唯一的魔力小型星团也是使用灵光乍现这一条。然后在女巫的上方用了1颗灵体转换，以及苦痛领取的下方放了虚晃的灰龙，此队选用多尼亚里的献祭，拿腐化之魂来增加生存能力。传奇珠宝还使用了1颗纯彩，这只角色是从圣堂武针起手，所以可以拿到 5% 的穿透元素抗性。其他的一般珠宝就全部都用深渊珠宝，拿生命、魔力以及补充力量、敏捷、抗性等等。平常打怪就是约4秒左右按一下漩涡，触发盾牌的效果拿闪电伤害。这个流派给我的感觉是刷图和生存能力蛮优秀的，毕竟旋风斩在刷图的手感上一直都很好。缺点就如同一开始说的，打王子的伤害会不太够，所以不建议脱王就玩。如果有一只专门打王的角色再玩会比较适合。那这部影片就介绍到这边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